大家好，我是广东人呢，普通话好普通，所以呢怕你们听不懂。我1967年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，我是跟我是49位的嘛，还来这里表演的，装扮女人跳 can 舞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一句普通话都不懂，那时候真的好困难。我来这里呢，这次来讲呢，我不想讲太多我自己的事，每一个人都有故事是吧？没有什么好讲的。大致上我讲一讲呢，我学了功夫几十年，我对功夫的认识想介绍一下。因为呢，大部分人呢对功夫这个事，好多误会，好多人就说功夫就是时间跟锻炼，这个可以这样说，但是也不全对。其实来说，功夫是一门技学，一个身体语言。几千年前开始的时候了，功夫呢有南方跟北方好大分别的。大部分时间都是北方统治南方，所以北方的功夫呢，都是有关军事的，所以他们的打斗呢，都是有关军事的。南方的不同，南方人呢，主要是学功夫是保卫自己家园，保卫家人，所以呢，南方的功夫比较单打独斗，跟北方有点分别的。我为什么说功夫是一门技学呢？你们好多人都看功夫片，听人家看功夫什么小说啊，是吧？写书啊，故事都什么这个敌不动我不动，敌动我先动，是吧？讲就可以的，啊。还有呢，我什么借力打力，我有力啊，你跟我借，你怎么借，是吧？所以写书的人容易，拍电影的人容易，做出来的两码事。是不是可以借力呢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借力了。对，但是你做出来了要懂才行啊。大部分人呢，一讲学功夫呢，就觉得是打打杀杀，对吧？其实来说，功夫是一门技学，好深奥的技学。我没有机会介绍给你们认识，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的。我们看电影看得多了，一打就20-30跤，对吧？我们看小说也是，什么一打30-50个回合，怎么说？不可能的。为什么呢？我跟你打，我打你一拳，打你一脚，打你不响，你可以打我了，对不对啊？就像用这个 BB 杆，我跟你枪尖，我拿个屁屁屁打你10枪，等着砰一声打死我了，没用了。所以没有真正的传统武术了，一教过，一教。要是我没有把他打倒，我不动，我不会去打，我会等机会，我会再做机会。因为你一动手打他不伤，他就伤到你了。对吧？不是电影所看的这种功夫。还有呢，学功夫其实来说啊，两件事。学功夫最难的是学的心法。什么是心法呢？北方我举例，你怎么骑单车怎么说？觉得些好简单嘛。我记得我姐教我的舞，不是我爸，我姐教我学，他是一定要动，单车动。你掉过这边，你把这个把手
转过这边，你就转右边，你调过右边，你把手过右边，这个是动作。一讲我就明白了，好简单啊。但是每一个动作背后有个理论的吧，对吧？理论是什么呢？平行啊，对吧？我不管你胆子多大，你学，你明白，但是你没有经历过，真的学上去走的时候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你会掉下来。但是当你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不掉下来，你30年后不学单些，你也不会掉下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心法。师傅教不了你，你的老师教不了你，你爸也教不了你。这是人生的经历啊，你又经过这个路程了，讲不出来的。好像我看过一个故事，西游唐三藏取西经，对吧？唐僧啊，有去好远取西经，他经过749难，每一难都差不多要他的命的，749难才拿到个真经。但是他有一个徒弟孙悟空，一个关斗10万8千里，他可以叫孙悟空打个关斗去，早上去，下午就回来了，对吧？他不需要的，没用的，给他没用的。要是他没有这个经历是没用的，对吧？我们练功夫也是，好多人练功夫呢，就是模仿师傅。师傅怎么样动作，他就怎么样做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对的。模仿人家永远做不到100%，对吧 ？B 跟 A 学做了90%，C 跟 B 学有90%，都对 XYZ 狗屁不是了，什么都不是。我记得有一次在没拍这个王家卫没拍这个《一代宗师》的时候，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你的想法，什么是一代宗师？”我说了，一代宗师对我来说啊，我不一定对。一代宗师是发明一件，是从我发明的，我第一个人做出来，创作出来，我是一代宗师，对吗？但是，能不能叫译问这一代宗师呢？对我来说，应该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能够造出一个比他更厉害的徒弟，这才是一代宗师。译问学了佛山，进澳门到香港，啥地方都没去过。他说：“你说译问多厉害？”他也不是什么世界冠军，他谁人没打过，就是打来打去就是佛山，对吧？他也不能够一拳打死一条牛，不可能啊！怎么叫一代宗师？就是因为他懂这个理论，他懂得怎么教一个人比他更好的，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代宗师，其他师傅做不到，对吧？学功夫还有练功夫，你要懂得背后每一个动作背后的理论。我们中国功夫了不起，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，我们不去学。我们去学什么呢？别人的东西。我们中国的文化，北方来说，我们中国的书法，我们中国就是现在的书法都能够卖钱，为什么呢？中文呢，中文字书法应该是5笔嘛，人家告诉我是5笔是吧？每一笔、每一画、每一点都有研究的，里面都有理论的，对吧？
但是其他的文化，比方 ABCD， 你写的多漂亮 ABCD， 没人买你的。但是中国的书法，几千万、几百万，还抢着要，这才是好东西。我们不去学，我们中文写中文字无比，在我之前，功夫也是。我们有些其他门派我不知道，咏春来说只有3套拳，每一套拳呢，每一个动作没用的。北方我们是这个是摊手，有什么用没用的？这是绑手有什么用没用的？但是将它配合起来就有用了。好像 ABCD，A 没意思的 ，B 没意思的，但是它26个字母组起来就一个字，对吗？音乐也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哆是什么哆？没意思的，一个声音走起来一条歌了，一首这个音乐了，是吧？咏春也是，功夫也是有内涵的啊。另外呢，学功夫要实践，要试。你不试过怎么知道？好像学单车也是一样，你不掉下来，要再试，要再试，才能学得到。功夫也是一样，你不试，永远不知道，自己骗自己，对吧？但是好多人学功夫练得很好，打的时候很好。你看那打沙包，嘣嘣，好厉害啊！打这个木人桩，一早把它切断了。打架的时候不行，用不出来，为什么呢？最难学的是打架，是最难学的。征服怎么说？征服自己潜意识的恐惧。你听得懂这个意思吗？潜意识的恐惧。你看他打得好厉害，叫他打架的时候，他用不出来的。他打人的时候，他自己怕给人打到。他没有这个胆。其实来说不是胆，没有自信心。我拿一个钉，给你个锤，要你一把这个钉下去，我就钉下去了。我保证你不敢，我告诉你没事，真的没事。然后试看，你一打的时候收回来，为什么呢？怕把手指打断。但是你看这个做木工呢？每天这样子，他不怕，他有信心，他知道没问题的，对吧？讲一点我的事吧。我7岁以前我练1年级、2年级练书很好的，到3年级的时候我这里开刀，医生不给我开刀，我妈不给我开刀，要我，因为我们大家庭嘛，不相信这个，就不给我。后来在住院住了6个月了，9个月了。出来以后了，医好以后了，我就没办法追着想，我就练书不行，听不懂。但是我爸妈呢要我升班，我没办法。没有，后来呢，这身体不好，就游泳啊，学功夫了，开始喜欢打架。小的时候打架没事的。小孩子打架上不了哪里去，但是我爱打架。后来呢，因为我当时太皮了，我爸妈呢逼我去在澳门念书，住在学校。那个时候这么小不能住校的，但是我爸妈给好多钱，一定我住校，没人管得了。我从小啥都不怕，这个最不好了。我住校呢，我那个时候皮的你真的不会相信的，你不会相信我做的事情吓你一跳。我不是跟你们一样说小孩的皮，我的皮啊，我自己不敢相信。不是我结婚的之前，我妈就问我太太：“你想清楚了，这个不是一般的，你自己想清楚吧。”啊，我好举几个例。我皮的怎么样呢？我念书的时候我太小了，我去学校
所有都是高年班的这个初中、高中的，他们就跟我打赌，要我都女生哪边拿这个赖衣裤透过来。我说这也是大不了，这个 laundry room 我就拿出来。后来想来想没用啊，我把它通通就学校这个旗杆呐，国旗的旗杆，把那国旗拿下来，以前这个旗拿下来，所有的女生的内衣裤氛围都能吊上去。我以前呢，还有学校有一个这个煮饭的地方，这个厨房有这个50加仑的桶，吃完的东西都倒进去了。2、3天有人来收去养猪什么的，不知道。好的时候有的澳门的老鼠好大，这么大的掉进去，我就把它们吊起来，了，把它用这个黄豆塞在屁股里面，4、5个够了，把这个轮起来，用针轮起来，哇，3、4天了，这个老鼠都去咬人。真的到处咬人，那肯定是我啦，所以老师就知道了。但我喜欢干这种事。后来呢，到香港，我6年级的时候没办法毕业了，毕业是新班是1回事，毕业是两回事，付多少钱都不给，那没办法了，去香港，所以我奔回香港去。那个时候我表姐是做电影的，几多年了，你听过没有？黑白片就有了。她呢，李小龙的爸，她跟李小龙的爸，我们叫群爸，李海泉。他跟李小龙的爸大家都熟的，要住得好近。我以前每次打架呢，想打架不敢回家，打完呢。肯定受伤了，当时想受伤了，不敢回家，都到我表姐那里。他跟他妈照顾我。李小龙呢，他爸呢要不管他的，他想到我表姐家里玩。因为我表姐年轻嘛，做演员，又有车，又有一个鼻税，有幼稚，所以那时候香港没啥地方去，所以我每天在一块。李小龙比我大2岁，他呢，怎么说呢？他比我高大一点，我还是欺负他的。我学功夫嘛。后来呢，有一次过几个月，2、3个月，他告诉我现在在学咏春。我是听都没听过什么咏春，我跟他试，好厉害。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反正打不过他。后来呢，好行，我跟你去看你师傅。我就去跟他去见叶问，后来就跟叶问学了，就跟李小龙一块，大概学了2、3个月了吧。2、3个月以后，我也跟别人一样去打。后来呢，我发觉没用，打架每次都是人家说我打赢。有一次我打完以后，我就想。我回去跟我师傅讲，我师傅我不学了，你这东西垃圾来的，我不学。他说前2天你不是打过了吗？听说你把这个臂都打断了，这个臂骨都打断了，2个牙都打掉了。我说是啊，但是我伤的比他厉害，我现在咳嗽都不行，我赖伤啊，我断了第4、第5条那个断掉，医院要我扎着这个东西不能动，我说不学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你多几年，你现在3个月，多几年了就行了。”我说：“我才不干，因为呢，我看我那个大师兄有名了。我说他打跟我一样，他什么都不懂，要打就切中拳，你是快，咏春快吧，都是打在面上，好似机关枪一样，也不用多少力，打中肯定香啊，肯定流鼻血了，对吧？也什么功力什么不用的。”好像是因为以前打架，对方打爆眼了，然后打赢了，不是赖香才是真的香。我这个师傅说我不学，他说
过几年就行。我说过几年跟他们一样，我不学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你要清楚。我问你，你打架的时候你想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开玩笑，我打这个是打死他了，还想什么？啊，对吧？大家一样。对啊，那他想什么了？我说他也是想打死我啊，那就是了，那对打了。我这学功夫就这样，他不是。他说学功夫是不让人家打到，这才是功夫，对吧？不是对打。我学功夫，你打我不到，这才是功夫。不是你打我10拳，我打的8拳，是不是功夫？这才是功夫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好多人心目中以为功夫、武术就是看电影那些，不是。其实来说，北方来说，一个女孩100斤，一个男孩150斤、200斤。这个男孩打他一拳，打这个女的，她掉下来，晕掉了。理论上，谁都相信，对不对？北方我说这个女的100斤，打这个男的150斤、200斤，一拳把他打晕了，你相不相信？没人相信，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错。我练功夫不是练你多好力量，是你懂得怎么用这个力量，对吧？北方这个东西好重啊！北方它有1000斤，你能够搬得动它吗？我动不动，搬得动。拿这个铺里，用谁铺里就把它吊起来了，不用多少力。铺里，利用这个铺里，这个是共感力，共感的力，听得懂没有？对吧？我拳打出去，力量有限。但是我北方人说，我这个拳打出去，我就拉回来，这个力相反力，是不是力量大好多？你懂得用你的力，整个力量身体的力是相反力。好多理论上，这个好多方法的，不是你身体有一个每个人呢，我们有一个给看这么说，哎呀，我的普通话不行，极限，每一个人有极限，对吧？好，北方来说，我不管你练多久，你1.5米、1.7米，你练20年后，你也是1.7米，顶多1.8米。你是150斤的，顶多是250斤，对吗？你不会300斤的啦，不会18斤的嘛，不可能的嘛。你有极限，还有我们的年龄也有极限的，对吧？但是我们要懂得怎么用思想、智慧、方法。你看，你怎么练？你跑不过一匹马，你怎么练？你不跟这个老虎施什么大力？但是我们控制他们，为什么？我们有方法，有脑筋，这是功夫。不单是时间问题，对吧？另外呢，我想提一提的就是，我们好多人的想法呢，我年轻我也是一样，我好多家长不愿意给他的小孩去学功夫，因为呢，在他们心目中，哎呀，学功夫都是黑社会啊，哪些人学的？你不要学这个东西。但是相反来说，我们去跆拳道、空手道好，
是不是一样啊？不是一样。其实来说，我们中国传统更好。我们以前是怎么样啊？拜师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你给钱，这师傅没给钱，你明天甩你傻的，对吧？以前我们天地君亲师，听懂没有？天地君亲，我们尊敬师傅。当然现在没有人这样了。我们以前对师傅，以前的人不是我，我们是商养死葬，对师傅这么好的，现在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啊，反正呢，我知大家都晚了，累了，明天要上班，我不会讲太多了，啊，谢谢你们，啊。